大家好，今天穿的非常的 cozy， 天气变冷了嘛，所以想说按照每个季度的传统跟大家分享一下24年秋冬的一些时尚趋势。秋冬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季节，因为夏天可玩性会更强一点，有一些呢比较就是偏秀场偏 dress up 一点的那种风格，有的呢我觉得也是我们日常出门跟朋友聚会都可以借鉴的一些造型的参考。我们来一起看一下今年秋天可以怎么穿吧。首先我觉得第一个我观察到非常强势的一个风格就是 boho chic。 前2年我们可能更多的会看到一些 Y2K 一点的那种秋冬造型，那今年我觉得 boho 是非常强势，就可以对标前2年的 Y2K。 先说一下 boho 这个风格的定义，要受到波西米亚、嬉皮士这种风格文化影响而形成的一种时尚造型的风格叫 boho chic。 提到 boho 这个风格，其实大家可能传统意义上会想到刺绣民族风格的印花，我觉得最有代表性的品牌之一就是 Chloe， 不管是70年代老佛爷的 Chloe， 还是 Phoebe Philo 时期，以及现任的创业总监 Chimina Kamali 手下的 Chloe， 都是有强烈的 boho 这种风格融入在品牌里面。我个人是非常喜欢他现在做的这2季 Chloe， 不管是24年秋冬秀场大量的出现了 boho 的元素，比如说像是雪纺的荷叶边裙子呀，或者是比较潇洒比较飘逸的那种廓形，或者是皮质编织的元素，金属的配饰都是非常有那种随性自由的 boho 女孩的风格。其实不止在 Chloe 这一个品牌，像是 Hate 呀或者 Chanel 的秀场也都有出现这种 boho 的元素。我觉得在今年秋冬穿搭就可以去尝试这种风格的，像是大衣啊、皮草或者是裙子，可以穿出那种非常随性自由的那种 look。 如果是我想要穿出这种风格呢，我觉得可以去参考 Chloe 她在阳台上拍的那一组大片，那一组我觉得拍的非常好看，然后它里面的 look 我也都很喜欢。可以尝试像那种廓形的皮衣、斗篷，或者是那种过膝的长皮靴，搭配一些像雪纺的荷叶边的裙子，非常时髦的秋冬造型。大家可以扩展的去想这个风格，然后廓形的大衣就是能穿出那种随性自由的感觉，其实我觉得都是在 boho chic 这个讨论范围之内的。接下来一个我也觉得是今年秋冬非常强势的一个潮流呢，就是皮草或者是皮草质感的毛毛外套，或者是毛毛的任何东西，毛毛裙子、毛毛的手套。我觉得像皮草这个单品基本上每一季它都是一个很经典的单品，然后秀场上也一直都能看到。这一季呢很特别的就是大家用不同的工艺去做出皮草外套的质感，比如说像 BV 的那一件就是彩色的毛毛外套，还是说像 Alaya 秋冬那一季秀就是整个用羊毛这一种材质做出不同的毛毛手环，然后还有那种大的粉色的外套，我觉得都很特别，真的非常好看。大家把皮草拓展到了各种各样的地方，秋冬像毛毛这种材质是真的很应景。有的人觉得出于环保的角度或者是动物保护的角度，他不想穿真的皮草，那这一季就提供了非常多时髦的选择，就可以用不同的材质去玩皮草这件单品。接下来一个我想分享的也是像外套类的一个趋势，我观察到非常多，就是我叫它被子穿搭，比如说像是随意裹一下就出门的那种感觉的大衣，Joe Sander 的圆形毛毯式的大衣，或者是像 Missoni、Rick Owens 他们2个都有出那种裹了超级大坨的那种毛毯的上衣，我觉得都很有意思。我们把它演绎到日常生活的造型呢，就是很多品牌都有出那种围巾式的大衣，或者是那种斗篷大衣，比如说 The Row 前几年出的小鸡黄的那一件，我之前在视频里有跟大家分享过。今年的冬天寻找一下就是类似款的那种单品，现在很多品牌都有出这种类型的大衣。下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像圆形这种廓形，不管是在外套类还是在裙子和上衣类，就是都很常见。比如说像是 Miu Miu 秋冬的那种圆形的半裙，或者像罗意威的那种圆形廓形的上衣，还是 Gobetni 的那种裙子，包括刚才提到的 Alaya 它的那个裙子也都做的是那种圆形的廓形，在今年秋冬应该也是会比较受欢迎的一个造型。日常穿搭的话，比如说蓬蓬裙，像 Miu Miu 这种就是非常日常，就在冬天我觉得配一个靴子其实是很好穿的一种裙装的选择。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24年秋冬的秀场上大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印花，比如说格纹，像是 Chloe Burberry 做了很多苏格兰格纹的设计，还有就是像我在秋冬心愿单有分享过，就是那种圣诞丑毛衣，也是今年秋冬的秀场上非常常见的一种印花，以及像是迪奥的秀场 Alaya、Isabel Marant 他们都有出现豹纹的印花，感觉动物纹的印花呢在今年秋冬也是有一个小回归。我自己想尝试就像刚才说的像那种圣诞丑毛衣的印花，比如说像是 Body 它就是做了那种非常有圣诞氛围的红黑针织的那种上衣，或者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像是 Adam
From Lippis， 它把那个外套腰间绑了一个那种圣诞雪花风格的那种针织，很特别。总之呢，就是今年秋冬在印花上其实选择是非常广的。下一个趋势呢，我在去年秋冬时尚趋势分享里也有提到过，基本上每年它都会非常流行的，就是经典的那种西服套装，或者是像 YSL 吸烟装的那种质感的套装，像是 Valentino、Kate、BV、YSL 他们都有出很有品牌风格的西服套装。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选择也是很广的，就你可以选择你自己喜欢的廓形，不管是更紧一点的那种呢，还是更宽松一点的。我觉得像这种经典的西服，它就是不太会过时的。然后我自己比较喜欢的西服，像是 YSL Pre-Fall 24的那件灰色的西服外套，或者是像是 BV Resort 24有一件格纹的破肩的西服外套，也是非常好看的。我现在喜欢的是比较稍微宽肩一点的，然后版型稍微宽松一点，也会比较舒服，比较百搭。接下来一个外套类的趋势，就是那种廓形的皮衣，不管是长的皮风衣、大衣，或者是短款的那种像 Bomber Jacket 一样非常帅的那种皮的外套，今年秋冬它真的是非常的流行，穿起来也是真的很帅，搭配一些裙装或者是裤子，就是很干练的那种感觉。而且冬天皮衣确实挺抗风、挺保暖的一个很实用的一个选择，像是桑罗汉的那种短的圆廓形的那种皮外套，或者是我也很喜欢像是 The Row、BV 出的那种麂皮的长的风衣。总之呢，就是今年秋冬我也真的很想找到一件我非常满意的皮质外套。下一个穿搭上的流行趋势，我觉得就是腰带的运用。可以在秀场上看到各种不同的腰带，比如说 Chloe 的大的 logo 金属腰带，以及像是 Balmain 它把粗的腰带系在皮草外面，桑罗汉那种细的腰带系在裙子外面， Ralph Lauren 它在裸色的毛衣裙外面系一种麂皮的腰带，就很有美式的那种老前锋的感觉。大家的腰带都可以拿出来做不同的搭配。配饰上还有就是像包包的流行趋势，大家很喜欢在包上挂各种不同的配饰。我觉得这个风潮应该是从 Jane Birkin 它装饰它的 Birkin 开始，就是在包上挂各种各样的 bag charms， 非常明显的体现就是最近讨论度很高的 Bashia Rodeo bag 推出的时候，我记得上面就是挂满了各种各样的配饰，我觉得挺可爱的。然后我也有看到各种博主他们就装饰自己的 Kelly 或者 Birkin， 我觉得都超级的好看。总的来说，就是 bag charm 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流行趋势。鞋子的话呢，首先我觉得像是毛毛的鞋，今年秋冬也是会很流行，很好搭配的。比如说我前段时间刚跟大家分享过的我那双 Kate 的毛毛的芭蕾舞鞋，我觉得放在秋冬的穿搭来讲是非常百搭的，而且那双鞋真的很舒服。骑士靴或者是过膝靴，很多秀场上都有出现，所以我觉得像这种靴子在秋冬也是其实日常穿搭也很实用的一个单品嘛，大家也可以去寻找一下自己喜欢的款式。基于上面提到的一些秀场的观察，还有一些时尚趋势，下面呢还是会像往常一样把这些趋势具象化到单品上。首先呢就是像毛，这个是我现在非常非常喜欢的一种材质，像是我去年跟大家分享过的这一件 Lulu Studio 的羊皮毛的外套，到今年还是非常喜欢，我觉得它的质感很好。因为这一件它是那种半长的长度，所以我也很想要找一件比如说比它更短的或者更长的或者不一样的毛的质感的那种毛外套。如果我有寻找到的话，到时候就在购物分享跟大家分享吧。然后以及呢，像是我刚刚提过的这一双 Kate 的毛的单鞋，它真的是非常的舒服，而且它这个皮的质感真的特别好，很软的那种皮质。可以想象一下这两件单品搭在一起，然后配一个那种直筒的牛仔裤，我觉得就是很利落很时髦的那种感觉。看了这些毛单品，我已经非常期待秋冬了。毛衣的话，我自己其实这种纯色的毛衣会比较多一点，今年秋冬我也很想要找到带那种圣诞印花的毛衣。接下来像西服这个单品，我觉得 YSL 做的真的是每一季都有非常好看的一些选择。比如说我一直都很满意的就是我这一件短款的西服，它是有一点宽的垫肩，整个是非常干练很利落的一个廓形。选择一件你自己喜欢的西服就可以穿好几年，我觉得是很值得的。鞋子的话，这双 The Row 的及膝靴我也是到现在都很满意，但是呢我就是想要找一个平跟的。更多的单品其实我都有在秋冬心愿单的那一期视频里跟大家分享过，所以我就在这里就不赘述了。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我那一期的视频。今天就是关于24年秋冬时尚趋势的分享，大概就是这样子了。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拜拜。